非常感谢大家，我很荣幸，这是个很棒的时刻。我以前没做过这个，他们在边境所做的工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届政府留给我们的是开放的边境，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有超过2500万人涌入我们的边境，完全没有检查和审查。现在我们有了相反的情况，我们希望人们进入我们的国家，但他们必须合法入境。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所以现在他们甚至不尝试了。所以汤姆·霍尔曼谈到的所有死亡、强奸、死亡和所有问题是真实的。因为大篷车队，我想这个名字可能是我起的，也可能不是，但大篷车队非常小。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过一会儿你们会看到我正在起诉 BBC， 因为他们把话塞进我嘴里。从字面上来讲，他们把话塞进我嘴里，他们让我说出我从未说过的话。我猜他们用了人工智能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将提起诉讼。很多人都在问你什么时候提起诉讼，甚至媒体都不敢相信，他们实际上把与1月6日有关的可怕的话塞进我嘴里，而我并没有说过，而我说的那些美好的话，对吧？那些美好的话，谈论爱国主义和我说的所有美好的事情。他们没有说，但他们放了可怕的话。他们实际上让我说出我从未说过的话。他们被抓住了，因为我相信 BBC 有人说，这太糟糕了，必须报道，这就是假新闻。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提起诉讼。我要感谢大家的光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想你们可以问。但今天真的是这些人值得庆祝的一天，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可以开始提问。总统先生，您知道布朗大学的枪击案的枪手的动机是什么吗？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吗？现在这件事正在进行中，我们会看看情况如何，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个畜生，希望他们能抓住他。卡什·帕特尔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很难确定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都很难。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像之前几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一样，他们几乎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就解决了。但你真的应该去问学校更多关于这件事的信息，因为你知道这是学校自身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警卫，他们有自己的警察，他们拥有一切。但你应该把这个问题问学校，而不是问联邦调查局。我们是事后才介入的。联邦调查局会做得很好，但他们是事后才介入的。总统先生，枪手是否有特定目标？他们还不清楚。总统先生，关于毒品的问题，您是否正在考虑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在科学管控下对大麻进行重新归类？是的，我们正在考虑。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看到重新分类，因为重新分类后才能进行大量的研究，否则这些研究无法开展。所以我们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有报道称你斥责了以色列总理，请问是否属实？关于你因为以色列袭击哈马斯将军而斥责以色列总理的报道是否属实？以色列是否在破坏你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努力？不是这样。以色列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和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很明显一直非常好。我们打击了伊朗，我们用那架飞机B-2轰炸机消灭了伊朗的核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中东实现和平。不，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很好。事实上，我们和中东几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很好。但是袭击哈马斯将军是否违反了停火协议？我们得看看情况，我们正在调查，会调查的。总统先生，关于叙利亚伏击美国军队一事，您还信任叙利亚总统吗？有，我的意思是，这和他无关。叙利亚的那个地区，他们实际上控制力不强，而且，这是一次突袭，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他正在努力解决，他是个坚强的人。不，这件事和叙利亚政府无关，这件事和伊斯兰国有关。美国会如何回应？回应吗？是的，他们会受到重击的。
哈维尔·内格雷真实美国西班牙语版。首先，感谢您表彰这些英雄们在致力支持川普的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赢得了选举。您认为西班牙世界的这股右翼浪潮是受您的影响吗？你知道，我们刚刚在洪都拉斯赢得了一场漂亮的胜仗。那次选举很棒，我支持了一位原本并不领先的候选人，结果他赢得了选举。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得知在智利我们也赢得了一场胜仗。我支持的那个人原本也不领先，但最终轻松获胜，所以我期待着向他表示敬意。听说他是个很好的人。总统先生，谢谢您。总统先生，今年您解雇了许多联邦机构中的民主党人，现在到了2026年，像证监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样的一些关键监管机构将没有民主党人，您计划任命民主党人来填补这些空缺吗？还是您认为联邦机构不应该有民主党人？如果由他们决定，你觉得他们会任命共和党人吗？所以你知道我们会考虑的。听着，我们想公平对待，但是通常他们不会任命共和党人。所以你问我是否会任命民主党人，但在某些领域我们会关注，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会分享权利。我对那个持开放态度，请继续。总统先生，一些共和党人谴责了您在真相社交上就罗布莱纳遇害事件发表的声明，您是否坚持那篇文章的立场？我一直都不喜欢他，他有憎恨川普综合症。他明知道那是假，他说我是俄国的朋友，受俄国控制。你知道，这就是通俄骗局，他是幕后黑手之一。我认为他在事业上害了自己，他变得像个精神错乱的人，患上了憎恨川普综合症。所以我一点都不喜欢罗伯莱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国家非常不利。是的。总统先生，关于蓝色纸条的问题，参议员领袖图恩似乎并不想取消它。如果参议院不取消，会有什么后果吗？我认为他们应该取消蓝色纸条，因为作为一位共和党总统，我无法任命任何与美国检察官或法官有关的人员。换句话说，只要有一个，不是两个，你不需要两个，只要一个。如果一个州里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因为蓝色纸条的约定，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就让我无法任命法官，也不可能任命美国检察官。你们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蓝色纸条简直是耻辱，他们早就应该，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现在这个世界和15、20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人是谦谦君子，现在有点不一样了。很不幸，请讲。总统先生，您希望国会本周在医保和即将到期的医保法案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问得好。我希望看到民众拿到钱，我希望看到所有流向民主党支持的保险公司的钱都回到民众手中。你知道，保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利润上涨了1700%甚至更多，他们赚取了成百上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而且奥巴马医疗改革给你的医疗保障非常糟糕。你们要明白，奥巴马医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医疗保险公司获益而设立的。他们赚了几十亿又几十亿，他们的股票一飞冲天。我不想给他们任何好处，我想把所有的钱都给人民，让人民自己购买医疗保险，这会非常棒。他们会做得很好，他们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谢谢您。你是否希望共和党人明年直接使用预算和解程序，按照你刚才说的来处理医保问题，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民主党的投票了。或者取消参议院的阻挠议事。如果取消了阻挠议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我们有些人不愿意这么做，这太疯狂了。听着，我们应该取消阻挠议事。如果那样做了，我们就能实行选民身份验证，取消邮寄投票。这些都是让我们的选举变得不诚实的事情。而且我们还能通过很多其他与投票无关的法案。但是共和党人应该取消阻挠议事，我们应该批准很多事情，这样你就不会有1月30日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了。
因为你知道1月30日就要来了，对吧？如果我们取消了阻挠议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但是有些共和党人不解，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你知道，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无法解释。他们无法赢得辩论，但他们应该取消阻挠议事。坦率地说，他们也应该取消蓝色纸条。是的。总统先生，民主党在迈阿密胜选了点，而1年前您在那里赢得了选举，您认为这是因为像 Telemundo 这样的西裔媒体发布关于 ICE 行动的假新闻吗？您打算如何在中期选举中赢回这些选票？是啊，我赢得了那次大选。你知道，这很有意思。我没参选的时候，我们表现就没那么好。我会在中期选举前努力改变这一点。但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田纳西州取得了一场大胜 ，Matt Van Epps 在田纳西州大获全胜，击败了一位非常强大的候选人，一位很有魅力的候选人。很多人认为他会表现得很好，但 Matt 赢了很多，而且我在田纳西州也赢了很多。你知道，我们赢得了一场伟大的选举，我们赢得了每一个摇摆州，我们赢得了普选，我们赢得了一切。现在他们有一种东西叫选区，这很重要。我认为从准确看待数字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统计数据。所以在数千个选区中，我赢得了2750个2750票对525票。想想看，太棒了。所以你们看到的选举地图，除了边上的2条窄线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红色的。请讲。总统先生，黎智英今天在香港被判有罪，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感到很遗憾。我和习主席谈过这件事，我请他考虑释放黎智英。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不好，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们看看会怎么样，好吗？好的。凯蒂，请讲。关于乌克兰的问题。既然在柏林与泽连斯基的会谈已经结束，那么去莫斯科的行程有时间表吗？是否有代表团前往？我认为代表团实际上现在基本上就在那里了，他们正在欧洲，并且会见了之前我提到的那些国家的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凯蒂，他们希望看到它结束，我想看到它结束，他们希望看到它结束。我实际上认为，普京总统也希望看到它结束。你知道，我和俄罗斯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认为他们希望恢复更正常的生活方式。后续是这样，似乎出现了一种类似第5条款的协议，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如果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乌克兰还有什么动力放弃任何领土呢？你知道，说实话，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些领土。我是说，那些领土已经丢了。但是，关于安全保障，我们正在与欧洲合作，欧洲将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努力提供安全保障，以避免战争再次爆发。我们不希望战争再次爆发，就像我之前说的，泰国和柬埔寨，我和他们的领导人都相处得很好，我和他们交涉，打电话给他们说，听着，伙计们，你们要冷静，放松一点。他们又重新开战了，然后我出面结束了战争。诸如此类的事情还会发生。战争没有任何美好的地方，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你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但我认为我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希望如此。上个月大约有27000名士兵丧生，大部分是士兵。但上个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大约有270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士兵。安全保障方面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时间限制，我们的时间限制就是完成为止。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努力完成，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这件事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困难。我本以为我解决的战争中有一半持续了30多年，其中一半应该更困难，但实际上并没有。你知道，俄乌2国领导人之间有很多嫌隙，所以这可能让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你最近有没有直接和普京通过话？有，我有。总统先生，关于叙利亚周末有美军士兵在叙利亚遇袭身亡，为什么我们在叙利亚驻军？因为我们想要确保中东地区能够实现并保持和平。
而叙利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新领导人很强硬，而这正是该地区所需要的。这个地区很复杂，我们在叙利亚所做的事情令人称奇。我们除掉了阿萨德，还除掉了其他阻碍中东和平的坏人。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中东实现了真正的和平，这是3000年来头一次，而且有59个国家支持。至于哈马斯和真主党，我们会关注事态发展。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愿意，有很多国家都愿意介入并彻底清除他们。就哈马斯而言，他们表示将会解除武装。我们会，这是不是真的？黎巴嫩的真主党一直是个问题。我们会关注那里的局势发展。但目前中东地区确实实现了大规模的和平。如果没有和平，我们不可能与各国达成这些协议。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你知道，如果当时我们的 B-2轰炸机不在那里，要知道，我们还订购了更多最新款的隐形轰炸机，他们根本看不到地质，知道它来了，但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些，中东地区不可能实现和平，因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所有其他国家都会笼罩在阴影之下，他们永远不可能签署协议。您预计国际维和部队何时能在加沙开始运作？我认为它以某种形式已经在运作了，而且是以非常强大的形式在运作。它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进来。他们已经加入了，但他们还会派遣我要求的任何数量的军队。他们希望看到和平。我们有超过59个国家，其中很多甚至不在中东，但离中东很近，他们也想参与进来。所以这真是太棒了。总统先生，本周电，一名叫基奥尼·罗德里格斯的男子将因开发加密隐私软件而被送进联邦监狱。这个案子始于拜登政府时期，但司法部继续推进，并最终定罪。加密货币领域的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赦免这个人。您是否了解这个案子，或者您是否有兴趣了解一下？我听说过这个案子，我会了解一下。你觉得应该赦免他吗？听起来你是这个意思。从你的问题来看，罗德里格斯，我们来看看这个帕姆，好吗？我们看看吧，你得告诉我，因为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但我们会一起看看。总统先生，市场分析师们预测会出现圣诞节上涨行情，通常是指圣诞节前5个交易日以及1月份头2个交易日的股市上涨，这代表着市场乐观情绪。您预计加上目前历史低位的汽油价格，这种情况会持续到2024年第1季度吗？布莱恩，我们股市的表现是史上最佳的。在过去的10个月里，也就是我的任期内，股市52次创下历史新高，有52天，我们的股市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包括昨天，我今天还没看，也许今天又涨了，我不知道。但总共有52次，前所未有。原因是关税为我们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那些过去抢走我们汽车公司的国家，那些汽车公司现在都在回归。人工智能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没有关税。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芯片也在进入，芯片公司从台湾和其他地方涌入，但主要来自台湾。台湾几乎占据了100%的市场。我们现在正在生产芯片，而且我们没花1分钱，不像那个芯片法案，政府给公司数十亿美元，然后他们拿了钱就跑路了。那是拜登时期的事情。事实上，我设立了关税，如果他们不在这里生产芯片，他们就必须支付高额关税才能将芯片运到美国，所以他们必须来这里。在我看来，关税确实有效，而且几乎只在美国有效。过去
关税被成功的用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之前的总统们不懂这个，但关税确实有效。我们通过关税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让一些国家和公司，甚至一些国家把他们的汽车制造人员派到美国，以避免支付关税。他们会建厂雇佣我们的人来制造汽车。正如你所知，丰田刚刚批准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制造工厂，雇佣我们的人。如果没有关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关税给了我们巨大的国家安全保障。过去这10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关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和巨大的财富。非常感谢大家，谢谢。